平安，大家好。今天这支影片呢，要来分享你在美国生宝宝，然后要回台湾给他出设户籍、手办台湾护照，还有夫妻你们如果要补登记结婚的话，这支影片就会包括所有的文件的准备，然后我们整个的经验呢，还有一些要叮咛的事项。在开始之前呢，我先大概交代一下我们的身份，因为如果你的配偶的身份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或许在办的一些要求的东西会有一点不同。我是台湾人，然后我有身份证，我有健保卡，我有台湾护照，然后我老公也是台湾人，他回台湾之前呢，他是没有身份证，没有健保卡，然后有台湾护照，然后我们宝宝是在美国出生，只有美国护照。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所以第一步呢，你要帮他出设户籍，第一个东西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办他的定居证，就是宝宝的定居证。这一步呢，你是不需要翻意见的，所以我们是在台北的移民署办他的定居证。申请表现场都会有，所以你如果上网到他的官网看有要什么，其实不用，你就是申请表那一些东西，所有的其他相关他们要的那些表格，当场都会有，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接下来最重要就是你一定要准备的，也就是在美国你要准备好，你回台湾才能办的，就是以下，你需要去驻外馆验证的黄卡。宝宝的黄卡，然后还有他的 birth certificate， 也就是他的出生证明，还有你们夫妻的 marriage certificate 也要验证。所以要验证的就是这三个东西。那如果你是要补登记结婚的话呢，你还要一个翻译成繁体中文跟公证过的 marriage certificate。这个是给补登记结婚才需要。你如果没有要办登记结婚这件事情，那这个就不用。再来，你还会需要宝宝的照片1张，这边只需要1张，所以是要2寸的大头照。因为台湾其实有分，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小不方便，就是台湾还2寸的照片还有分是大头照、近照那种，还是健保卡或是学生证其他的那个又是另外一种2寸，所以在这边是2寸的大头照，就是台湾规格。再来呢，还有小孩的美国护照，它的照片页就是那个一打开那页照片页嘛，然后还有入境章那一页也要影印。还有父亲的证件，如果他有台湾的身份证，那台湾身份证是最好。那我刚刚说了，我老公是没有的，所以他就是用他入境台湾的护照。所以不管他有什么国籍或什么，他就是用入境台湾的护照。那当然，如果是有台湾护照，就是用台湾护照。那母亲的证件也需要有。那我有身份证，所以我就是给他身份证，我就没有再需要给他我的台湾护照了。身份证还是首选。好，这一部分呢，你需要缴费600块。这样子就是定居证所需要的文件，听起来没有很难，对不对？应该还好哈。好，就这样，就是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你需要等大概7个工作天，那是他们说的7个工作天。所以我是3月2号，礼拜四下午2点半，我们抵达移民署，然后抽号码牌，满人，全部都是人，真的1楼地下室全部都是人。你如果也是在台北办的话呢，是在地下室，就是在广州街什么15号那个地方，你就一走进去，你不用管1楼，你不用看那些牌子。我一开始去就看一堆牌子，想到底是哪一个。不用，你就是赶快走楼梯或者是搭那个手扶梯下到地下室，然后抽号码牌，然后会有义工人员帮助你，你可以问他你今天要办的事项有哪些，他就会帮助你。好，抽完号码牌，等拿到全部办好，我们是4点离开移民署，所以大概总共的时间就是1个半小时的时间，我觉得算还好啦。所以虽然说人很多，可是也才1个半小时 OK。3月10号周五收到通知，记得领件的时候你要带着那一张通知，就是那个公文。公文里面呢，记得要看清楚，它有写你要去领件的地址。因为像高雄为例好了，我们高雄有分北区、南区啊，不同的办事处。我差一点要跑去我以为的那个办事处，好险我妈有看一下地址，才知道哦，你是要去另外一个。哦，原来还有另外一个，所以这个地址要看清楚，才不会白跑。再来，你拿到你的那个定居证，等了7天后拿到你的定居证，你就可以直接杀到户政事务所，开始办宝宝的出设户籍、宝宝护照申请，还有你们夫妻如果需要结婚补登记，全部都在这里，等于说一站式解决所有的事项。那如果你文件备妥的话呢，真的就是一次办好。那我们这一次总共是花了2个小时在户政事务所办以上这3件事情。好，那再来我们就直接讲文件要求。宝宝出设户籍呢，你当然需要你那个热腾腾的定居证，等着7天的定居证，你要带着那一张，然后你需要把宝宝迁入那个户籍的那个户长的身份证和印章，或者是户口名簿，你就直接带去。那我们那时候去是因为我们找不到那个户口名簿，就是最新的那一个版本的户口名簿，所以我们就直接是我爸本人去，带着他的身份证还有印章就可以了。然后我的身份证我有给，那这个部分呢，我忘记他有没有要老公的护照，就是他的身份证件，因为我说我老公没有身份证嘛 ，by this point 他还没有拿到他的身份证，所以我忘记他有没有要。反正这些文件你就是都带齐，就是只要能够证明你身份的这些护照什么，就是都带着。出设户籍就是以上这些东西。
再来就是宝宝的护照申请，所以申请书现场都有，你就是准备宝宝的照片2张，这边要2张哦，所以2寸的大头照，台湾护照规格2张，还有宝宝本人也需要到。然后呢，你就直接跟现场的经办人员跟他说，我要办理人别确认，所以他就可以确认说 ，OK， 照片跟人是相符的。那这样，如果你到时候需要去外交部拿他的护照或者办什么事情的话，小孩子就不用去了，因为他已经在户政事务所已经做好人别确认了。如果你要直接去外交部办理呢，那人别确认之后，记得要向户政事务所要一份户籍誊本，他是要求1份，那我是跟他要了2份，反正就宁可多不要少。这是一个原则，你在户政事务所办，它是办不了加急的。你如果要加急的话，你只能直接去外交部去办理。那如果没有加急的话呢，一般是说7个工作天。以我那个时候3月份的速度是这样，7个工作天。好，到这里就是在户政事务所，你需要填写宝宝申请表的这个部分。那如果你不需要加急的话，那你就是直接交给户政事务所，他们就会帮你去处理了，就没有后面外交部的这些东西。接下来就换到结婚补登记这个项目。结婚补登记呢，你会需要驻外馆验证过的结婚证书的中文译本，也就是我刚刚在最一开始有说那一个你在美国去翻译繁体中文的，还有公证过，然后经驻外馆验证的这一个结婚证书，就是要在这个时候用到的。然后你的英文正本也要给他，还要身份证，因为他要换嘛，后面就会有配偶栏啊，这些东西就会改名称，这个身份证也要。这个费用呢是一个人80，所以我跟我老公就是160。以上就是所有户政事务所，我们在2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就是办了以上这3件事务。办完之后呢，我们就直接杀去外交部，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是需要加急的。到了外交部之后呢，全部也是满满都是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刚好 COVID 之后，然后大家都要出国，所以整个都是人，真的超爆多人。我抽完号码牌，等了2个多小时吧，所以我甚至是先离开，我们先到别的地方才回来的。但是它其实是网络上可以预约的哦，但因为我没有预约，我也不确定你上网预约是1个礼拜之后还是多久之后，因为这个是 depends on 你那个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我就没有办法提供给你说哦，预约而已是多久啊，可能是隔天啊，或者是什么时候有空，没有，我当下就是现场直接奔去抽号码牌。以下是文件要求，所以你如果是要加急，你要直接到外交部办理的话呢，刚刚说的在户政事务所办好的那个申请书，就是那个人别确认那个照片，户政事务所都会帮你先整理好、别好照片什么，然后申请表也都填妥了嘛，都弄好了，那一张要带。户籍誊本就是我刚刚说，你如果需要来这里的话，你要带那个户籍誊本1份，还有宝宝美国护照的正本和影本，他会收走影本，还有父亲或母亲的身份证正影本，也就是办理人的啦，就我当场去排队我去办理，那我就是提供我的身份证正影本。这个费用呢是1800台币。那如果是一般没有加急的呢是900块。那时候因为我有问说，一般他给我的时间是我们都已经离开高雄了，然后甚至好像我记得是27号，但是我们是28号的飞机，根本不可能，太紧张了，根本不可能。他27号好，然后还要再从高雄再寄上去台北的时间真的来不及，太可怕了，所以我们就直接加急。加急的话是隔天就可以收到，所以隔天我们就去取件，然后要记得带着你的缴费的收据和你的身份证，领证人的身份证去取件。然后取件也是等很久，反正我那个时段去就都是人，真的等了有1个多小时吧，就抽完号码领件而已哦，也要等1个多小时。最后就是所有重点提醒，以上呢，我建议所有提到的文件你都影印3份，就是宁可多不要少，这是一个关键。因为虽然说他们当场当然都是可以帮你印啊，或者是旁边会有影印机，例如说移民署那边在台北的时候，旁边有影印机，你可以自己去印，1张2块，不是钱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我那时候去印就刚好就很多人，我进去移民署就已经很多人嘛，所以影印机也是大排长龙，然后甚至2台影印机还是都超多人，都等很久。我是建议你真的都备妥所有东西。那除了说那一个入境章，那个其实我知道，但是我忘记，你可以先跑去 7-Eleven 去影印那一个。那你到那边移民署要办的时候，到你的号码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去办理，你不需要还要再离开，然后又要去排那个影印机的队，就真的很久，然后再回来办，就我就可以缩短这个时间啦。所以建议你就是都影印3份。那他如果临时这个人要什么文件哦，你已经有了，你就可以直接给，不会说啊我没有影本，他说哦好，那你等一下去那边印一下，你就又要离开，然后就要排队，又要印所有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已经跨国，好不容易回国一趟，要办这些事情，你真的会想要把所有一切都准备好，到你的时候你可以顺顺利利的，不要说缺什么缺这个缺那个就很麻烦。再来，所有证件都带着，比如说可能上面需要妈妈1个人的身份证，你就是都带着，你有健保卡你就是带着，就是这些
你台湾人你就知道双证件很常被要求嘛，那你就是带着你的护照，这个能够证明你自己这种身份重要的文件，就是都带着，包包的也都带着。那几天在办事情，我们就是有的护照全部都带在身上，有的证件全部都带在身上。他要什么，至少我们就全部都有，我们就放在一个这种大的信封，然后里面就有不一样的透明的这种资料夹 L 夹，然后你就可以分类，所以你就知道说，哦，这个是办什么的，是需要什么，然后那个是办什么的，它的相关要求的文件在这一个里面，就不会整个是乱七八糟的。再来就是证件照的机器，这个呢，几乎这些公家机关都有。我去的户政事务所啦、区公所啦、移民署啦，全部都有这个拍照、拍证件的这个机器，所以我觉得照片这方面是不用太担心。那除非说你也要求要拍得很美，或是你有你的要求，那你就去相馆拍。然后另外一点，我想补充一下，因为在美国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帮胚胎办他的美国护照，我们是用在美国就 download 那种 app， 然后用手机拍，然后去 CVS 去洗出来 OK 哦，照片看起来就 looks good no problem， 然后拿去办也都办 OK， 美国护照就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用一样的 app， 然后拍好，我们想说好，那就比照办理嘛，回台湾，然后去 7-Eleven 影印出来，应该就可以用吧。其实影印出来效果非常不好，那我不知道一样的档案带去相馆洗会不会比较好，因为我们没有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去 7-Eleven 洗用 iPhone 洗出来是非常不行，就那个照片已经丑到我留给我妈那边，我不想带回来，就是那整个颜色是一看就是就那皮肤已经变成橘色，就整个就是很橘，就那颜色都已经跑掉了。然后那时候其实很紧张，想说完蛋了，这一看就你知道一看就不行啊，我就不知道我们去移民署办他的定居证，承办人员能不能接受，不知道，但是就觉得啊算了，就去试试看，不行再说。所以我们当天还是去了。定居证的照片要求没有这么的高，因为就只是定居证。To be honest， 那个定居证你就是只是用在你要去办他的注册户籍，然后给就这里而已，其他地方不会再要到他的定居证了，所以其实没差。那如果说护照要用的照片，当然我说的那个那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后来是又有去相馆拍他护照用的照片。然后去户政事务所的时候是用那个，就不是用那个我在美国 app 拍出来，然后去 iPhone 洗的那个 GG 的，就没有用那个，那个只有在定居证移民署这一步第一步的时候，他有接受。哦，这边忘记说，结婚登记那一步啊，我跟我老公有用旁边的机器去拍我们的大头照。我老公是初领身份证，因为他小时候就出来了嘛，所以他这一次是第一次领他的身份证。然后我那个照片就是那时候好像12岁还是几岁可以办身份证，就国中一直到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需要照片，但是我们是有用旁边的机器拍，然后去办这一步的，所以应该是需要照片。如果要照片的话，旁边就是有机器啦。那如果不需要就 good。再来承办人员方面呢，我觉得他们的服务都非常之好，就是让我很觉得哇天哪，怎么服务这么好，然后态度非常亲切，然后很愿意去帮忙你。然后像那时候那个照片，那个橘照片，他跟我说没关系，我这边我收，那到时候你如果要去办护照的话，这个就不行。这样我说好，谢谢，就之类的，你知道吗？就很让我觉得很好。然后像我不是说刚刚如果你有缺一些文件你要去影印的话，我以为我可能要重排，他可能在等的时候他会处理下一号或什么，没有，他真的就是在那边等你印好然后来。几乎这一次缺就是缺胚胎的入境章那一页，那时候忘记印，所以排队，这个有拖到时间，这个有少。再来第二个就是，比如说周五我们收到通知嘛，然后礼拜一我们才去领那个定居证，然后就直接杀去户政事务所，一条龙要办起来。但是我这时候才知道，哦，原来办结婚登记是需要中文翻译本。定居证那边不用，然后我有特别问了那个承办人员，他说因为是英文，所以就不需要。但是如果是外文，例如说日文啦、俄文、德文 blah blah 其他的语言，就会需要中文译本，因为 obviously 就看不懂嘛，英文还是大家是可以看得懂的。所以英文的话是不需要翻译 for 定居证这一步，但是结婚登记是需要中文译本。办那个定居证也不需要中文译本，就你知道超开心，我那天真的无敌开心，我很开心的，我准备的所有文件就都有用到，然后也都没有缺，我就觉得就很有成就感，你知道吗？因为在回台湾要准备这些之前，我已经爬了超多文，然后看到大家分享的都参差很多，有一些说要中文译本，有一些说不用，有一些说要这个，有一些说不用那个，变得我就很 confused， 你知道吗？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啊？当下办完之后，就是问的那一位移民署的承办人员，他就给了这个准则，就是英文不用翻译，其他语言要。但是你如果要补结婚登记，你就是要中文译本。So anyway， 你如果跟我一样要办这些事情，就是要。
因为结婚登记就是要。我是建议你在美国先翻译公证好，然后顺便拿去驻外馆一起验证。如果回台湾要办翻译公证的话，它大概也是要1到2个工作天。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回台湾的时间有限，你还要再多等这个1到2个工作天，我觉得你心里是会很紧张的。如果今天再让我做一次的话，我就会在美国先翻译公证好，然后拿去驻外馆让他验证，验证完就备妥所有文件。那我那时候紧急就是礼拜一我去，然后跟我说他要中文译本的时候，紧急联络，然后承办人也很好，就提供了一下他们长期比较有在合作的翻译处，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联络，就是比较了2家，有一家是当天晚上可以给我，价钱是2100，这个是结婚证，翻译加公证是2100台币。然后另外一家呢，他给我的答案是要看字数来算价钱，然后要1到2个工作天，没有办法今天晚上给我。那我当然就是 go with 另外一个咯。以上就是办这几个项目的一些网络上你会觉得好像很复杂或者是很繁琐，那办下来呢，确实也真的蛮繁琐的。你看我们从3月2号落地当天我们就直接杀去移民署办，因为最久的其实是这个定居证要等7个工作天，然后到最后我们加急护照拿到手是3月15号，所以前后就是14天。但这是因为我们有加急哦，如果没有加急的话，一般的时间是绝对超过，就真的会需要1整个月的时间，就真的将近30天的时间。所以回台湾可能真的时间要，如果你们是要办这些事情的话，可能真的是要预留时间多一点，才不会那么紧张。我会把今天分享的所有文件要求啊，然后这些细节啊、叮咛啊、提醒啊，全部都会放在资讯栏。所以你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希望可以在下面找到你的答案。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在网络上爬文，然后大家都说法都不一样，就到底是要翻译还是不翻译，我希望这支影片有给你这个答案。祝福你可以顺利的办妥这些项目，然后在你的时间之内都可以处理完善。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希望有帮助到你。我们下礼拜见，拜。